所以这几张嘴，你是非封不可。好像该封嘴的人不只是他们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在说谁呀？就是你。公主，请。我们是无辜的，东爱皇上另有其人呐！反了，反了，真是反了！这两个人满口谎言，一个字都别信他们的。犯了滔天大罪，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真该千刀万剐！我该千刀万剐！我为什么要这么怕死？为什么要这么优柔寡断？如果早一点把真相说出来，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惨剧了。皇上，你们何止是该死，简直是罪该万死！来人呐，在，快拉下去！去！关公公，关公公，走，阻止他们！快阻止他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快阻止他们呐！天龙不是天命归一之人，他们心里有数啊！逆天行事是会遭到天谴的。公主，我劝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风言风语，下官护送公主回宫吧。李生，你怎么样了？你好，万公公。铁生，燕青说经理已经布下了万箭穿心的陷阱，在等着你呢。我都快急死了。娘，我现在没工夫，待会儿再跟你说。万公公，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龙不是天命归一之人？你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真相，对吗？而这个真相跟宁香和万姑伯母的身份也极有关联，对吗？天哪！柔妃娘娘，真的是你？当真是你呀，柔妃娘娘！你这声柔妃娘娘喊的实在太迟了。早在会馆里，我向你试探询问的时候，你早知道万姑就是柔妃了，对不对？是，可我不能说啊！这个秘密牵连深广，关系太重大了，我实在难呐，好难呐！再难也难不过现在了，公公，您就全盘托出来吧。好。20年前，柔妃专宠于后宫之中，遭到皇后妒忌，陷她于死罪。幸亏当时发现她怀有身孕，皇上便特赐免死金牌，坚持将她软禁于宫中，等她孩子出世在夜。可皇后处心积虑，他哪可就此罢休？于是，我便串通了一个叫花蕊的宫女，合力设法营救。花蕊，这些年来，娘一直喊着这个名字，原来是个宫女的名字啊！她就是天龙太子的亲生母亲啊！天哪，你是说，躺在进宫那副棺柩里的，其实是花蕊？
当时花蕊引火焚烧庆宫，自焚而死，这样才能让人无法分辨容貌。而我趁乱将柔妃送出了皇宫，没想到花蕊他竟然在棺柩里面拼着最后一口气，把孩子给生了下来了。那柔妃呢？她后来怎么样了？几天之后，我赶到后山上找了又找，却在一个悬崖边上发现了娘娘的鞋子。悬崖边上，对呀，吴晨师傅就是在悬崖边上找到我们母女的。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大难不死。我只是万念俱灰，原本一片忠心，想保护皇上心爱的人和可能是唯一的根苗，可谁知道竟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我还能跟皇上说什么？还有脸说什么？这真是我的故事，我的人生吗？可是我什么也记不清楚啊！哎呀，这是老天爷疼你啊！就因为你忘了，才能平平静静的过日子，不受那些悲惨遭遇的折磨呀！可是老天爷不会忘，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虽然我一开始就纠缠上天龙，后来又遇到宁香，好像无形之中有一只巨掌不断把我们朝宫中推去，无非就是要让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啊！宁香，没有天理，皇上和我一度是那么的接近，近在咫尺，却是不容相逢不相识。而今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说啊？皇上他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他被皇后他们毒害，当着我们的面前痛得满地打滚。我不知道他是我爹，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离他而去。娘，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太懦弱，太畏首畏尾，太贪生怕死了。最不可原谅的，还错估了他们那帮人的心地。他们连皇上都敢下手啊！公主，娘娘，有人对不起你们呐！万公公，死又能解决什么呢？江夫人和皇后的罪行，万姑和宁香的身份，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将来你是唯一的见证人呐！将来，哼，瞧你说的，难道咱们还活得到将来啊？不坚持到最后，你怎么知道不行啊？对，咱们跟他们拼了，谁都不许投降。万公公，尤其是你，最没有资格投降。是啊。你不是皇后生的，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太子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幸好是变成了这样，否则他看你破了相，美貌不在，竟然铁石心肠，不顾情义。他要拿你当炮灰，叫你背黑锅，所有的烂摊子都要叫你一个人去收拾呢。雨山，你怎么了？雨山，你怎么了？雨山，啊，雨山，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滑稽、这么讽刺的事情啊！我江雨山自从懂事开始，就被天天耳提面命着。天龙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啊！因为他将成为人中之龙，我将成为人中之凤啊！我们两个将坐拥天下。结果呢？结果呢？到头来，你竟然是个冒牌货！你闭嘴！什么？你叫我闭嘴？你算老几啊？你还在摆太子殿下的威风啊？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市井小民，给我提双鞋的资格你都没有，你凭什么命令我啊？天龙，雨山，哎呀，天龙，你这是干什么呀？天龙，快放手！不要手啊！天龙，哎呀，阿南，你快拦住他，呀！雨山，你听我说，雨山，我不听，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雨山，天龙，你把我骗得好惨啊！原来你什么都不是。雨山，你还拼命的把我跟他拴在一起。你看我成了这个鬼样子，我怎么办？你别怕，别伤心，有我在呢，还有皇后娘娘给你做主。你的委屈我们都知道，可是眼前不是发现算账的时候。你跟天龙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4个是站在一条船上的人，死活都是一块儿的。所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要一条心啊！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扳回颓势，胜券在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理解没有，雨山？雨山，怎么会折腾这么久呢？皇上一点消息都没有，万一他又活过来怎么办啊？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太医求见。天龙，快起来，快呀，快点，快让他一进来。臣叩见皇后娘娘。还见什么礼呀？皇上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是，回娘娘，刀天之幸，天佑我主啊！一条命是捡回来了，不过什么？臣该死，臣无能，可臣已经全力以赴了。然而皇上醒转之后，却口不能言语，臣人无法动弹呐。皇后娘娘，这不就是中风了吗？皇上操劳国事，日以继夜，怎么能不心力交瘁呀？是啊，就是啊，快传哀家的旨意，一定要有上好的药，能挽回1分是1分呐！是啊，快去吧！臣遵旨，臣遵旨。
这真是太不幸了，不是吗？哎，太医说您因为操劳过度，口不能言，四肢也瘫了。哎，真是太可惜了。天龙，你想废了我，却先把自个儿给废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换做常人，他不疼得满地打滚才怪。这可做不了假。娘娘您就放心吧，他已经是个废人了。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你早就应该一命呜呼了。要不是阿南下药下得太小心，只是把毒药抹在壶嘴上，虽然是让人防不胜防，可是效果呢，就大打折扣。做你的皇后吧。你还要我嫁给天龙啊？你很厌恶他是不是？可你喜欢的那个杭铁生，他又对你好了吗？把眼光放开来吧，眼前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只有姑妈我对你才是真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假以时日，你将尽得我的真传，一辈子受用不尽，明白吗？你真的对我好，对我真吗？还是你不过需要一个人来延续你的野心罢了？在这世上，竟没有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吗？行啦，别瞎操心了。天龙桥底板有几根脚毛，我可是一清二楚。在承受了那么多的冲击之下，他这会儿不是在酒香，就是在温柔乡里麻醉自己。他没那功夫，你更没那脑筋去作怪的。殿前司、侍卫步军、侍卫马军，你们这些三衙的统领们，都听明白本王的话了吗？宫中发生这种巨变，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因为太突然，太叫人措手不及，明日早朝，难免会有人激动异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本王之所以召见各位，就是为了大局着想。为了稳定朝野人心起见，本王迫切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既然皇上也有上位之意，那么殿下就是未来的新君，属下们自当戮力效力，绝无二心。属下们效忠殿下，绝无二心。好，很好。你们的忠心不二，本王会谨记在心，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各位。不过，为免节外生枝，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殿下请说。把你们掌兵的令牌暂时交由本王保管，各位意下如何？就当这是一种互信的方式吧。肯尽心办事的，本王一定会放在心上。时候到了，令牌自然交回，另有后赏。如若不然，那令牌就指不定交给谁了。启禀殿下，
密函依照名单送达各大人的府中，他们全都回话支持殿下。怎么，很意外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聪明人的话，不必等到未来才是本王为君，现在就是。皇后娘娘，太子殿下驾到！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太子殿下。众卿平身。谢皇后娘娘。众卿一定觉得奇怪，为何皇上今天不上朝？是啊，上朝。哀家现在要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的？昨天下午，皇上突然病发，中风无法动弹了。皇兄中风瘫痪，怎么就这样？真叫人难以置信啊！相信大家也早有所风闻，备受皇上青睐，前不久才盟主隆恩赐婚金兰公主的竹山县令，竟然恃宠而骄，逆乱犯上，一路从竹山闹进京城里来了。皇上为此大发雷霆，痛心疾首，已感到不适，再加上平日积劳成疾，到了下午就再也支撑不住了。皇兄昨天下午就发了病，受着苦，臣弟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父皇病情来势汹汹，大家乱成一团，自是以抢救为第一优先，实在无暇顾及其他。何况就算是通知了皇叔，也于事无补，只是多一个人忧心罢了。身为手足，骨肉相连，忧心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本王的权利。昨天去明的太医是谁啊？臣在。快说，皇上现在究竟有多严重？回庄贤王的话，皇上现在口不能言语，全身也都瘫痪了。庄贤王，皇兄，皇兄！庄贤王，不要太伤心了。遭此巨变，哀家已经支持不住了。国家大事，辅佐新君这千斤重担，还要靠你来撑着呢。辅佐新君？皇上清醒之后，已经决定下诏禅位了。下诏禅位？众臣听旨，臣等领旨。臣等领旨。御廷臣，朕忧劳国事，至因顾及，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座不袭。朕决意禅位于天龙太子，群臣自当尽心辅助，朕可无忧。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领尊无为。如有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斗胆请示皇后太子，皇位禅让，姿势体大，
皇上既然病重到口不能言、肢体又瘫痪的地步，何来意识立下此诏？这话什么意思？启禀皇后，御史大人的意思，无非指的是立诏的程序，有些许的瑕疵。右丞相所言差矣，太子是皇上亲自册封的，继承大位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来瑕疵？左丞相，刑部大人，皇上英明果断，一心以国家为重，常为大事，攸关国家的前途、万民福祉。况且庄贤王堂堂一位王爷，掌管枢密院，国之栋梁，皇上一向深为倚重，他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一，众所周知，有什么好遮盖的？何况国赖长君如果不让几位朝中的重臣大佬亲自请示皇上真正的心意，实在令人难以心服口服。是啊，这话说得不错，应该这么做，应该找几位德高望重的大佬。各位大人胡闹，各位大人，太子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一定要支持庄贤王。萧御史，萧御史，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理尊无为。如有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来人呐！在。议论到此为止，各位大臣都累了，退朝吧。你说，皇上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住口！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现在皇上已经下诏，上位给殿下了。你现在就等于是面对皇上，你知不知道？你们都下去吧。下官遵命。还发什么了？走走走。你们这样红眉毛绿眼睛的面对天下至尊，这未免也太不敬了吧？天下至尊，亏你说得出口。你真实的身世背景，万公公已经跟我们和盘托出了，所以你大可不必在此卖弄。因为在我们眼里，你不过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你说吧，我绝不相信皇上会下什么禅位的诏书。你们到底把皇上怎么样了？你说，你快说，我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爹，叫得真顺口啊！什么叫造化弄人？莫过于你我现在的处境。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叫得了爹，爹却叫不了你，因为他现在就像个活死人，除了呼吸进食之外，嘴巴既不能说话，四肢也动弹不得。老姑，老姑，老姑！哦，对了，我还用1尺长的玉石镇尺试过，这么狠狠地砸下去，哎呀，这手啊脚的指甲都抽了血了，他还是不能动，真惨！你们说，这不是活死人还是什么？你不是人，你猪狗不如，早就应该五雷轰顶了你！我轰死你！你这个丧心病狂！皇上好歹也抚养你20几个年头，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来人呐！这根本是阴谋篡位，天龙是假太子，宁香才是真正的公主，皇上真正的骨肉啊！你们弄错了，你们全都弄错了！
我刚刚才露了一手杀一儆百，就把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给收拾得服服帖帖。就凭你们区区几个人，还妄想掀我的底？你欺得了人，你欺不了天。宁香，现在先别冲动，这么做是没用的。皇上现在还在宫里，身边都充满了豺狼虎豹啊。宁香，宁香，还是放聪明点的好，否则你就听不到大好的消息了。你会有好消息？太阳打西边出来。你不是心急如焚，心心念念着皇上吗？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进宫了。不过，我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就是你要跟我成亲了。因为孝顺的太子决定立刻用大婚来替父皇冲冲喜。记住了，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简单的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死鱼死肉，什么时候任人宰割，全看我的心情。至于我高不高兴，那就全操之在你了。怎么？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好，那我就来看看，是至亲先呢，还是挚爱先呢？这造反叛乱可是极重的罪行，凌迟处死或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够了，我答应你就是了。宁香，坚强一点，千万不要被打倒了。你必须把我们的感情先放一边。为了皇上，你当然要进宫去，至少要先让皇上得到安慰。皇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还有时间呢，天无绝人之路嘛！啊，相信我，天理昭昭，邪不胜正。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输赢还在未定之天呢。为求活命，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是吗？怎么样？你给句话，我们就动身。让我也进宫吧，我求求你，我要亲眼见见皇上啊！让我回宫，我也要回宫。万岁爷老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万死也难辞其咎啊！让我回宫去，让我为万岁爷做牛做马吧！啊！让我娘还有万公公一起进宫，我什么都听你的。来人呐，开锁！殿下，我看最近天干物燥，到处意外频传，要小心火烛啊！是，下官谨遵训示。皇后娘娘圣安。天龙，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跑到开封府去？老朋友终于见面了。你说，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我高兴，我喜欢。你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后娘娘说话？那你呢？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有什么不敢
没有我，你能有今天，也能有现在。瞧你干的好事儿！我劝你马上站起来，向皇后娘娘行礼赔罪。没看见我在忙吗？可不是，你正忙着招灾，忙着惹祸呢。这些人的下场，应该是尽快问罪除斩，以绝后患。结果你做了什么？你竟然又因为贪恋美色而重蹈覆辙！你给我听着，我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反败为胜，绝不容许再出任何的纰漏。乖乖听我们的话，否则我们可以拱你上去，也一样可以拉你下来。姑妈，姑妈，你就少说2句吧。要不是我跟皇后娘娘拼了这条命，她现在已经蹲在地牢里等着归天呢。姑妈，哎呀，我想说几句就说几句，他们一个都不能留，你得杀了他们，你听清楚了吗？否则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世就一定会传得满天飞啊！所以这几张嘴，你是非封不可。哼，好像该封嘴的人不只是他们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在说谁呀？就是你。已经收了我宫中禁军统领，现在没有人会买你的账。毕竟我才是即将继位的皇上。如果谁要是敢不听我的话，下场就会像阿南一样。可她毕竟是一手把你那么大的奶娘啊！你就是再有不痛快，给她点教训就是了。何必下这样的毒手？奶娘，讲得多么有情有义啊！当初如果不是我的利用价值太高的话，你们会让我活到现在吗？姑妈，姑妈，这个罪魁祸首，他害了柔妃，害了我娘，害了皇上，间接受害的，在这个屋子里的哪一个人不是啊？他才是真正死有余辜。啊，死了一条大毒蛇，还有一只小蝎子呢。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你得到你姑妈的调教，下毒的功夫也有2下子，我敢留着你们啊！够了，你不要再伤害人了。别傻了，连他你都要救，他一路横刀夺爱，欺骗栽赃，甚至还要害你的性命，你忘了吗？我没忘，只不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使是面对你，我也不能不寄予一丝同情。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上一代的恩怨造成了这个悲剧，我们都是这个悲剧底下的受害者，现在是我们做主的时候了，那就让这一切结束吧，不要再制造新的悲剧了。说的真伟大，好像是真的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似的。
谁能还我一个亲娘？谁能还我20年与世无争的生活？再来跟我说教吧！否则，我保证这个悲剧是没完没了。雨山的性命，我暂且留下。不过你可别误会，我不是对你言听计从，而是你多护着一个人，我就多了一份钳制你的力量，懂吗？来人呐！在，押他们3个去见皇上吧。祝你们认亲愉快，别忘了告诉他我们的好事将近，女儿变成媳妇儿，也算是失而复得。我想他会感激我的。哈哈哈哈哈哈！走。走。姑妈，你醒一醒！姑妈，你醒一醒啊！姑妈，你醒一醒啊！进去！呀！万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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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是的，是奴才回来了，而且不单奴才一个人。来，你快瞧瞧。好抱歉，过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知道，我们曾经是夫妻，拥有共同的女儿。柔妃。皇上，皇上，你受苦了。不，受苦的人是你，是你呀，柔妃。皇上，您没说话呀？可是天龙说您不能言语，四肢也不能动弹的。对呀，我们听了，简直都痛不欲生啊！皇上，朕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发现形同废人。虽然护天不严，脚地不灵，可朕的脑子还能思考。下毒的绝不可能是你们，那么凶手必然还在身边，所以我要让自己变成彻底的废人，也许才
能避免凶手再下毒手。没错，没错，幸好万岁爷英明，否则的话，朕知道，阿难、皇后、天龙、玉山他们都已经是原形毕露，在朕面前道出了他们所有丑陋的罪行。朕好恨，居然让他们蒙骗了20年，真恨啊！真正欺骗万岁爷的是奴才啊！为了苟全性命，更承担不起动摇国本、万劫不复的罪名，于是只有苦苦隐瞒你，以至于演变成今天这种绝境。万岁爷，奴才对不起你，奴才罪该万死啊！你果然有错，可当年若不是你和华蕊义勇救主，朕今天何缘能见到他们母女？此时此刻，朕心里没有怪罪，只有感恩、感动和温暖，所以有了奴才在，朕原谅你了。万岁爷，奴才不配你原谅，不配啊，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原来我那些异于常人的举动，难以解释的幻觉、幻听，都是我潜藏的记忆。我曾九死一生的逃离出这种尔虞我诈、残酷斗争的地方，幸运的让我的女儿在纯净中长大。然而，落叶终究要归根，所以我们现在会在这里。虽然我对过去依旧茫然，但骨肉是天性。我想，你已经不需要我再说些什么了。去吧，去和你的父亲相认吧，啊，去吧。李香，我可怜的女儿，你来到这个世上，我从来都无缘抱你一下。即使现在，我有多么渴望拥抱你，却都办不到，办不到。别难过，不要伤心，有我抱着爹，不是一样吗？原来在这个世上，我还有个爹可以抱，我真太满足了。可是你这个爹已经不中用了。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不管你是怎么样，你都是我爹啊！
感谢老天爷，就算现在让我死去，我也心满意足了。不，万岁爷，你不能说这样的丧气话，你得振作起来，不然宁香公主她怎么办呢？我们本来都被关在大牢里，被一网打尽。天龙来到牢里，用我们的生命逼迫宁香就范，而宁香唯一能够争取的，就是带我和有乐俩一起进宫来。天龙这个孽子，他要宁香怎么样？他要宁香怎么样？成亲，当作冲喜。什么？这个混账！混账！不要生气，也不要为我担心。眼前，只要我们能守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了。让我和娘照顾你吧。铁生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淑仪都还在未定之天呢。他不会放弃的，他一定会努力设法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现在甚至连这个头衔也没有了。要想打出一条生路，那除非是靠奇迹。爹不是已经造就过奇迹了吗？林御赐尚方宝剑，让给小县官扳倒皇太子，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在你出事之前，你宁愿支持一个好官，而不惜放弃你唯一的儿子，这难道不也是奇迹吗？如果铁生今天还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那都是你一手造就他的呀。你应该比谁都要相信铁生，不是吗？哎呀，怎么样啊，燕青，你到底行不行啊？啊？快了，快了！就这儿，我搬，来，哎，掉了！掉了！哎呦，混账东西，气死我了！谁说这东西能开锁的啊？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小声点儿，待会儿所有的狱卒都被你给吵回来了。吵回来就吵回来嘛，他们就是整天在外面喝酒打混。哎呀，真是！我也拿这锁没辙，掉哪儿去了吗你？全部等死吧！天哪！哎呦，啊！别唉声叹气的，我们虽然没有诸葛亮，好歹也有3个臭皮匠啊。我看啊，咱们需要的是天兵神将。天兵神将是不可能，不过三衙的兵将倒是可以着力。三衙是什么东西啊？铁生指的是皇宫里的禁军，他们肯定首先被天龙掌控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那么顺顺利利的宣布禅位，却没有引起文武百官的反对呢？没错，天龙要掌控他们，的确是易如反掌。可你们想想看，整个事件变起仓促，而天龙又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那些将领当然不得不服从他。可是事后再想想，倒也未必每个人对他心悦诚服吧。就算如此，那又怎么样呢？有一位极有分量的人物，如果我们能把20年前的阴谋、天龙身世的真相和导致皇上受制奸人之手的事实告诉他，事情或许就有转机了。这个人是谁啊？庄贤王他是皇上的亲弟弟，正直贤能，深得众望。如果由他登高一呼，号召秦王，三衙禁军拨乱反正，相信只在转眼之间。前提是，咱们必须亲眼见到庄贤王本人，而且还要说服他相信咱们几个不是疯子。
所以了，我们必须要弄到有说服力的证物啊，例如皇上的手机或是信物什么的。咱们还得进皇宫啊！哎呦，那您打算一个人去呢，还是打算带着我们一起去啊？当然大家一起去了。皇上的病情在那些恶势力的监控之下是不可能有起色的。我不指望你，我指望谁呢？你干嘛？我在干嘛？我给你把把脉呀。我看你现在是病入膏肓了，咱们在这儿都插翅难飞了，你还天马行空，还胡言乱语呢。你听我说，你别说了，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闭嘴。可是燕青啊，我可告诉你虽然我的心想是由你来管，但是现在咱们俩都被困在大牢里了，我也没心情想什么加不加薪的问题。我现在只想保住我这条小命。娘，小心小心！我害怕呀！娘，先让让。娘，过来。没事了，难怪狱卒都不回来，原来他们在外面布置要放火烧死我们呢。那怎么办呢？小心！庞大人，我来背令堂，你背陆先生，咱们快走。好。走。望姑和宁香原来竟是皇上的亲女。吴尘师傅我可真是佩服你您算是修炼到家了。他们跟您生活了20年，现在突然翻了这么大个身，您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你们瞧瞧这个，这是什么？当年救下望姑，照顾她的时候，在她身上发现的。御赐免死金牌，岁赐心仪。没错呀，正好是20年前呢。对呀，万公公当时不是说，柔妃被判死刑的时候，是因为发现怀有身孕，所以呢才暂时免死，被软禁起来的嘛。我想这块金牌一定就是皇上当时赐给他的。师父，其实早就知道他们特殊的身份了吧？知不知道并不重要，是或不是也无需追究。总之，老天爷给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他们母女一份与世无争、平静祥和的生活。如今这一切都被破坏殆尽了。冥冥中自有定数，真相该被还原的时候，挡都挡不住的。当我得知你们被关上罪名，闯关的闯关，押送的押送，都往京城里去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坐视不顾了。望姑和宁香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于是我尾随赶来，等待机会，伸出援手。哎呀，您可真是活菩萨呀！要不是您及时的伸出这个援手我们3人早就被那个狼心狗肺的那个天龙给烧成一团灰了。我们铁生，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身处绝境当中，还这么坚强，充满信心和希望。对，人嘛，只要抱定信念的话，就一定能够冲过任何难关，肯定冲得过的。正所谓自助人助，不但人助，还有天助。可不是，在大牢里，我正愁着没有信物现在有了这块金牌，简直就像天上掉下来似的。我们只要再设法进城，拿它去见庄贤王。进城？不会吧？不可能的，那太难了。你想想，天龙太子在火堆里找不到咱们3个的尸体，一定会满城搜捕而且还会严格管制进出。万一我们3个又……
不过嘛，没关系，即使比登天还难，我们也要排除万难。要是进不了城，见不了庄贤王，我陆彦卿3个字就倒着写。哼！什么？开封府大牢昨夜失火，那杭铁生这些人呢？听说有几个先被带进了宫里，至于杭铁生，一场大火之后，就不见他尸首，离奇的失踪了，现正到处在搜捕之中。太子的手脚真快，这些人都是最后见过皇上的人，如此心狠手辣，不知在湮灭仁政是什么？还有更心狠手辣的，他连自己的奶娘都杀掉了。啊！不但如此，连皇后娘娘都形同软禁了起来，对外宣称是忧伤过度，玉体违和，任何人不许打搅。若不是犯了极大的忌讳，何至于六亲不认到这种地步？莫非真是应了咱们的猜疑？这皇位确实得来不正啊！王爷，我朝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若是让太子继位的话，只怕是浩劫一场了。我们不能坐视不顾啊！那依丞相之意，本王该当如何呢？唉，只有委屈王爷忍气吞声，辞去枢密院使一职啊！交出兵权。王爷大权在握，怎不是太子心头之患？现在他已经把矛头对准了王爷，而且咱们这几个大臣也被他参了，这分明是在着手剪除王爷的羽翼呀！如果王爷能够知难而退，不但化解了自身的危机，也解了自己人的套，先缓过这口气，然后大家再从长计议吧。臣叩见太子殿下。王叔请起。谢殿下。真巧，我刚好看到一份奏章，有人参户部的王定国一本，说他征税不力。这王定国好像是皇叔荐举的人吧？是的。那么皇叔对此事有何看法？这怎么了？臣汗颜。今日进宫来，是向殿下请准辞官的。哦，坦白说，这次皇上发病突然，令臣不禁心生戒惧。枢密院职责重大，时少事繁，臣感到体力大不如前，一日不如一日。实在有些不胜负荷了，所以恳请殿下体恤，准臣辞官静养，不再过问繁重的国事吧。既然皇叔都亲自开口要求了，侄儿若是不答应，岂不是强迫皇叔为国鞠躬尽瘁吗？父皇已经如此，倘若再造成一次遗憾，侄儿于心何忍，于心何安呢？臣叩谢殿下。求求你，你就试试衣裳吧。婚期已经定了，就在3天之后，你快试穿看看呢。要是有哪儿不合适，奴婢们才好修改啊。是啊，不然奴婢们怎么向殿下交代呢？求求你，你就别再为难咱们了，咱们给你磕头好不好？宁香姑娘，求求你。叩见太子殿下。来人呐！奴
在在，每人杖责20，拖下去。是。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啊！你不要打他们，这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是我执意不肯试穿的。你要罚就罚我，你为什么打他们？犯得着这么激动吗？其实，这些都是我跟你学的。你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瞧，我给你金山银山，让你穿金戴玉，你都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可是如果今天要跟你成亲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就算是金钗布裙，你也一样是雀跃三丈，欢天喜地的，是吧？哼，你就是用这种方法，间接的一再打击我、挫折我、羞辱我。你这样比直接伤害我还要厉害，你懂吗？相信我，我深知个中滋味。哼，所以现在我也学会了，只要随便整整你身边的人，就够让你难受的了，不是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真为你娘感到悲哀跟痛心。她是个情操那么了不起、令人折服的烈女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不要提我娘！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要替你娘感到庆幸。幸好她已经不在人世了，看不到令人作呕的这一切。你给我住口！你心里面想些什么，我一清二楚。你的心上人就是你的精神支柱，只要他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他就会拼命努力，千方百计的来救你，所以你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对不对？嗯？你死心塌地的相信他，把他当作神一样的崇拜着。可是你不要忘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哼，他再聪明，毕竟敌暗我明；他再厉害，毕竟只有2只拳头；他再能干，当身陷火海的时候，恐怕也无能为力了。什么身陷火海？你做了什么？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你想干什么？我先知会你一声，要是我身上少一根汗毛，破一道口子，或者见一点点红的话，那有人就要倒大霉了。我的手下会从他身上加倍的讨回来。至于这个人会是谁，那可就难说得紧了。我的选择挺多的，
不是吗？卑鄙无耻！殿下，殿下，你害了铁圣，我还在乎什么？我现在就杀了你，我们一起玉石俱焚。好啊，尽管来吧。我知道你不怕死，你可以不在乎有乐，可是你娘呢？皇上呢？你都能不在乎吗？刺，来啊！刺啊！狠狠的刺啊！你不是很想杀死我吗？现在这匕首已经对准了我的胸口，你只要一刀下去就能解决我了。你不是很想这么做吗？刺，狠狠的刺啊！这是让你学个乖。如果你打算熬到洞房花烛夜，预备来个玉石俱焚，一死以求全节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我会把你娘跟皇上分开来，各自派人把守。如果你敢有丝毫蠢动，或者不合我心意的话，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救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懂吗？还有你们，不要再白费心思，企图跟我对抗。现在什么都被我摆平了，连皇叔都乖乖地交出兵权，回家养老去了。瞧瞧你们这些可怜虫，好吧，我就施点小惠，老实告诉你们，杭铁生这小子命大，他还没有。相信以我们手足之间的默契和了解，他怎么可能就此罢休？那这还有什么指望？老天哪！你当真要绝朕子民的生路吗？不行，朕要请安！啊，万岁爷！朕要请安！万岁爷！不能让国家落在一个疯子手里！万岁爷！朕要亲自去找皇帝，咱们兄弟联手来阻止他！求求你不要这么激动啊！你的病情才刚刚稳定下来，不能这么折腾啊！让我去找庄贤王吧。我把这个叫小四的太监给迷昏，然后假扮成他的模样，才混过侍卫进来的。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对于我的提议，你们觉得怎么样？赶快做个决定吧！你们每一个人都被天龙盯得死死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这座后宫已经和外面完全隔绝了，连只蚂蚁都出不去，更别妄想传递什么消息了。现在只有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能将所有的真相和皇上的心意让外界知道。这就要看万公公你肯不肯告诉我，
当年带柔妃娘娘潜逃出宫的密道怎么走？你为虎作伥，坏事做尽，叫我们怎么相信你？